好，可是讲到美国财政部，他们最近在干嘛？贝森特最近在投书《华尔街日报》，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好，我们现在一切有准备。川普现在是组合拳哦，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实施关税、减税、解除管制，这个叫组合拳来振兴经济。你们大家一定可以享有应得的繁荣的。哎，看起来是不是他后续还会有其他的动作出来呢？啊，可是即便是这样，现在跟他战最凶的中方好对岸在5·1长假啦。如果你去看一下先前呢，每一次只要美国或者是贝森特这一边、川普这边有什么讲话，就会上热搜。结果在今天呢，发现了好像都没有类似的消息，大家都在讲说5·1长假啦，然后说漓江这边竹筏秘密，像赤壁之战啊等等等，甚至还有在讨论啊，因为前几天发生那个贵州游船倾覆的事件嘛，大家关注的都是5·1长假的新闻。都不管川普了耶！川普现在在做什么？川普现在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了，有没有可能要争取第3任？改口了，先前说有可能，甚至还说不要排除任何可能。现在他直接告诉你，我没有要争取竞选第3任。说范斯很聪明又很优秀 ，Rubio 是一个很棒的人。我觉得呢，他们多少都有一些优势吧。但是他骂谁？他骂 Fed 的主席，联储会主席鲍尔说他完全的呆板。但是呢，他又讲任期结束之前不会提前开除他啊，确实啦，因为他先前说要把人家给开了，甚至还讲说呢他是 loser 是失败者嘛。可是现在呢，因为市场上头给他答案，市场债市表态力挺鲍尔呢，就是稳守利率。明后天呢，5月6号、7号 ，Fed 联准会将会召开会议。现在讲的是有可能不呼应川普降息的主张，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上个星期五的非农就业看起来数字是还 OK 的嘛，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也担心最重要的关税战现在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3个月现在90天还没有到期，2-3周之后，算一算时间应该差不多，新的政策会出来，但也还没听到他到底要出什么招，所以联准会其实是很小心的。而最新我们刚刚讲到的汇率战，则是巴菲特很罕见的在公开的场合直接给了大白话，听听他原话。And obviously, we wouldn't want to be owning anything that we thought was in a currency that was really going to hell. And that's the big thing we worry abou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cy. Fiscal policy is what scares me in the United States. 好，他特别提到了美元 go to hell 就是会大贬值啊，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现在呢，所有的人一看到巴菲特这样讲，看到他满手现金都不动，其实心里头会有点害怕的，因为呢，川普下一招不知道是什么，关税战的效应现在真的完全反映出来了吗？这些都是未知数。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最害怕的就是满满的未知数，连政策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停止财测了，怕财测完之后出来的财报会变成那个爆炸的爆，你知道吗？现在呢，这个季度大家都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预期，因为呢，现在已经冲击到一些小企业，包括了数百万的职缺，有可能会因为关税的关系被直接吞噬掉，甚至呢就直接倒闭了，没有办法再回来而随之消失。而目前新的关税政策所带来的痛苦呢，有人预期说有可能会是上一次川普上一个任期的50倍。上一个任期确实那个时候打贸易战的时候，也是让很多的他们当地的一些企业或者是呢中小企业主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现在这一辈子可能会更难过。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样来看？贝森特现在呢再出招了，说我们有招，怎么会没招？关税之外，我还会减税；减税之外，我还会解除管制，都有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底气来减税啦。那个美国的关税啊，4月数字已经出来了，总共收到了174亿，那3月是96亿。所以它实施的对等关税第1个月，当然现在税率是10%了，那它大概 double 嘛，收到174啊。那照川普的讲法，应该一天收20亿啊。所以你1个月工作天来算啊，1个月算24天嘛，那你好歹也要收到将近500亿啊。你已经没有达标了，你凭什么减税啊？你不是说
我从外面收的关税可以抵掉我内部的税，是，所以才有这个底气来减税。我觉得这个政府都每天都在胡说八道了，没有一个地方说得通的啊。那贝森特，我就看你怎么减税嘛，减税到时候你减税之后，你财政收入更少，然后你明年要还的美债的利息没有变你现在已经36.5兆美债啊，以目前的利息来换算，你明年搞不好利息要还到1兆2千亿哦，那你的税入才多少？美国一年的税入只有5兆你这样扣掉，我这个5兆是没有减税的你如果再减税，搞不好收入只有4兆5千亿，我减掉1兆2千亿，只剩下3兆3千多亿，哇，我看你怎么执政。美国政府的税入在今年是7兆财政赤字是2兆，那你明年要增加多少赤字啊？难道你还要 QE 啊？把逻辑说出来吧，这种鬼混嘛。贝森特根本就不是个咖嘛，这索罗斯的小弟自己去操作基金，赔到只剩下这个，赔到只剩下大概我上次看到一个数字是5亿7千多万美金从30亿一路赔到只剩下5亿7千多万，30到5所以根本不是咖嘛，这种人每天都在胡说八道嘛，没有一个逻辑成立的嘛。美国现在最大的就是有很多变数，第一个就是物价会不会上涨陆续看到了是在涨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联总会不敢降息？他害怕通膨嘛，那第二个就是不知道大家对美元资产会不会持续失去信心不然巴菲特干嘛讲那话？你去看巴菲特现在手上持有股票吗？他现在持有的只有美国的短债，而且短债它是几个月的，其他都是 cash 他的现金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我要相信巴菲特，还是要相信你贝森特我当然相信巴菲特嘛。巴菲特就直接讲我从来不下注一个下地狱中的货币a currency going to hell。他直接写 going to hell。那他等于是告诉你说，我对美国的长债我没有信心我对美股也没有信心我最后连对美元的持有我都没有信心，所以他最近都在买日本商社的股票，而且还跟日本商社打包证说我至少会持有20年。20年是有点多就是长期投资了啦。他走长期投资路线啦。他就认为日本商社跟日元比较稳定嘛，所以他要长期持有。讲话讲到这个地步对你美元打巴掌，说他的钱去投资日元，还有日本的股票，你想一想。所以我说，你说哪一个是指标？我当然以巴菲特为指标以巴菲特为指标如果是我来看的话绩效是确实比较好一点比贝森特。但想请教一下这个舰长，您怎么样来看？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川普他其实本来是信心很满的包括说一开始来讲说我收这个关税就是要给大家减税，现在看起来减税不知道能不能成，甚至呢本来还讲我要当第3任，现在通通也都缩了，你怎么看？通常一个不是这个官场里面出来的这个系统上来的这个官僚体系上来的他有很多的学术理论。尤其川普这次找了很多的是商界的人进来的，他们做商人很厉害，但是做官这样一层一层上来的，这个经验非常重要。好比说，我后来当了舰长，我不可能是丢一个舰长给我就去干，我是从小官开始一直就这样上来的。我在敲过铁锈，自己涂油漆，所以你跟我一讲说那底下基层过什么生活，我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整个过程上来的时候，我会体会。就好像刚刚亮哥有批评到民进党政府，你知道民进党政府的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他都是空降，他其实经验是缺乏的。如果你经验缺乏，通常就是依据一些学理数据。我举个例子，好比说我们说这个美国收这个关税，你看这些人坐在这里我们可以收多少关税，我们将来可以减税。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好比说，今天这里有一个桥梁接通这2个城市，平常大概有10万辆车通过，
突然有一天觉得说我们收个通行费100万好了，这10万辆就可能可以收这个200万、100万的这个每天这样收费而已。可是你一旦实施，你就会发现那个人性哦，就会绕个弯。我原来是每天开车的，现在我跟亮哥一起走，我们2个人就可以省一个通行费。我原来走这条路，我绕一条远路一点，我也要省这个通行费。就人性会去回避这些东西，关税也是一样，他们都是依据去年我们美国进口多少，我今天抽了多少的关税了，我就可以哇增加这么多。实际你发觉哇好多关税进口货没了，那实际上造就的钱就没有这个样子。然后川普这个人实在是一个你要我讲，他是一个小丑型的人物，他很喜欢这样的想来想去的。那应对他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是王毅说的那句话，叫做什么？他强由他强，清风佛山港，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北京就是那里很冷静坐在那里，看到那里一个叫做小丑川普，每天在这里打这个一下，打那个一下，这样跳一下，这样跳一下，我们就静静的看你。我看你什么时候疯过头了，能够就是恢复你的理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中国要跟他去谈的，否则跟你谈是没有意义的。我今天跟你谈这个，你明天又改变了；明天跟你谈那个，你后天又改变了。而且好像在这整个谈判里面，只有川普才说的算，其余都不算。任何人来做这里，到最后都是昨天他这样讲的，川普回去一跟川普报告，川普说这个不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只有最后他有这个拍板定案的权利。所以所有的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就等着坐着看你川普最后怎么样。当巴菲特讲出 currency that is going to hell 的时候，所有人都想说所以现在市场在改变了。但我想要请教一下永平姐，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呢，川普他现在是不是对于这个鲍尔他有点生气？因为他想说他们没有要救他，他一直讲他要升，怎么都不救他？你怎么样来看？对，当然我觉得川普现在的很多的做法他已经慢慢的尝到苦果。那当然他对于鲍尔呢，他的不满意是其来有自，他在选举期间呢就已经多次的攻击他。那之后呢，他因为乱搞关税的结果呢，所以对于美国的整个美元债市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时刻呢，可是他又不肯降息。那当然现在呢，大家觉得说，如果由美国总统这样子随便去干预连降息这个问题他都可以一把抓，那大家对于美国的整个稳定度的信赖感呢，就会更一次性的崩盘。所以呢，他现在是属于一个恶性的下滑的螺旋。所以对川普来讲，你说他表面上还是继续的满口狂言等等的，可是他在实际的做法上面呢，他是不是有慢慢的拉回来修正？至少在鲍尔这件事情有，他现在已经不敢说他要这个更换鲍尔那目前来讲，如果鲍尔继续做的话，那他任期是到明年的6月。是。那另外呢，川普还做了一个算是某种的改口或退让。因为之前大家记不记得他的那个官方商店还放了一个帽子讲 Trump 2028，对，好像一副他一定要选第3任，即使宪法完全不容许状况，但是他现在已经改口了他现在已经改口说那可能他要给别的人比如说他的副总统 Vance 或者是他现在把那个国务卿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Rubio 本来跟他关系好像也不是太合的除了现在国务卿，他现在还去站代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所以他也变成当红炸子鸡。所以他说那不然这个是不是 Rubio 来选？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相呢，都说明川普只是爱讲大话，可是呢他现在其实他自己也吓到了，因为他现在不管怎么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他不当的在给大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关税大棒整个改变的这个供应链的后果，就是他自己的中小企业活不下去了，他的零售商有困难以及呢他的依赖零售产业的码头工人通通都面临要失业再加上呢，他的消费者不仅是说关税就变成了消费税
这个噩梦已经要成真，不然怎么会有他跟那个Amazon 的老板在那边吵架，说你不可以把那个他的关税收条把关税成本那个钱列出来，就是这些的争议都说明呢，川普已经感受到压力了。可是现在才刚5月初，5月的再下个几个礼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货轮，取消了1/3的席次啊，没有办法进入到美国的货品一大堆。那现在他4月3号宣布关税，现在才5月份，很多的商店、大型的零售业都还有很多的库存，他们的库存没有，就是在本月份下2个礼拜下个月份。那美国消费者除了他要付高额的进口税、关税的税变成是消费税以外，他很可能会面临他买不到他要的东西，那怎么办？美国的内部的人心怎么办？他已经从经济问题演变成严重的社会跟动荡性的安全问题了。就是有可能会变成他的内政问题啦。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这次是无差别攻击嘛，上一回他是怎么？他是只单挑中国，这一回他是挑战全世界。但你来看到的是，他现在又讲话了。川普呢，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讲话真的讲的还满满的哈。卡尼即将要去美国这边来跟他对话，川普的讲法是：我真的不会对加拿大怎么样，但是我可能会对格陵兰动武哦，说格陵兰是我们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啊，在极圈这一边，国防啊，未来的矿产资源等等等，所以格陵兰我确实有考虑动用军事力量来并吞啊，但是加拿大没可能啦，我们是不可能去动武的啦，在人家要拜访之前，要到你家拜访之前，你又再叫人家第51个州再次强调，永远都会谈论这件事情，不管谁来，我都会持续这样讲。必须要理解，当已经变成了加拿大当时在选举时候的第3候选人，现在呢，跟卡尼要亲自见面，让已经把卡尼的整个民调推升到近7个月的新高点之外，卡尼不可能会软的，一定来硬的。他现在呢，已经直接告诉大家，我们经常讲无法改变川普，我们的贸易关系不可能回到以前了，大家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好吗？而且我这次绝对不会迎合他，我会聚焦在内政还有多边贸易。换句话说，我不会在川普身上花太多时间，我反而会扩大跟其他国家的贸易。重点是我们要把自己先做大，先做强。所以呢，曾经当过央行行长，他讲的是，他要改革加拿大的经济，他要让全部的加拿大人跟着他一起转型，然后干嘛？对抗川普，这个话在加拿大现在是很有市场的。而看到世界的另一端，川普现在可能要烦恼的事太多了，这个也是一个。5月，习近平呢7号即将要出访俄罗斯，而且要阅兵，还要签署双边的跨部门文件。这2个人在红场阅兵，那意义当然是非常的深了，而且战略意义上面是不是就是一定会一起联手对抗美国呢？所以很多人都在看双方到当时会签了什么样的协议，会发布什么样的一些宣言或者是讲话。而且呢，这一回还要强调的是2战的周年纪念之外，也要讲俄罗斯现在其实俄乌战还没停歇嘛，他们还没有完全停下来。他们的俄罗斯电视台呢，甚至还播了一个普京掌权25年的纪录片，强调的是跟维护世界，我们中俄合作起来就是具有稳定的力量，这是有战略意义的。而且呢，我们本身就增强了全球的稳定性。同时呢，还讲了他25年前就已经积极发展跟中方的关系，因为当时就已经看到世界的中心开始在转移，不仅像中国，还像亚洲的其他国家，所以让一个本来其实呢是比较偏欧，认为自己是欧洲人的俄罗斯开始转向亚洲大陆了。而现在呢，中国官媒也强调，中俄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就是要实践多边主义。因为呢，搬不走的好邻居，他们一定要好好的跟他来对话。那如果说中俄加强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已经上不封顶了嘛，回过头，加拿大、美国现在已经分道扬镳了，川普还是嘴巴没有软，持续的讲，我一定会叫你第51个州，这要怎么谈？请教亮哥。
不，卡尼那个态度，我觉得跟中国蛮像的啦。就是我就做好自己的事啦，我也不期望能够跟你干嘛。是，因为你这个人完全不可信任，完全不可预测，所以浪费我自己的时间。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在干嘛嘛？第一个稳住内部嘛，就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大家帮帮忙嘛。那第二个就是搞定全球减美国嘛。就是跟各个地方那扩大贸易额嘛。我觉得加拿大未来一定也是这样啦。所以卡林已经讲了嘛，说第一个他要做2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转型啊，这个难度很高哦。因为加拿大的出口有72%在美国，我真的不知道他可以卖多少东西改卖到别的国家啊。比如说油菜籽啊，中国是可以买的。哦，对啊，因为它最大的农业出口是油菜籽。那问题就是他可能会因为这样，那开始改变他对中国的敌视了啊。不然加拿大是非常亲美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你就知道国家之间的感情啊，可以因为一个总统才3个月就彻底搞烂啊，这个就证明了这件事嘛。所以你说，加拿大的老百姓现在对美国人的看法，我相信就是很无奈啦。可是一定有发生很实质的改变。比如说加拿大也发生了爱用国货运动啊，抵制美国货运动啊，欧洲也是嘛。是。那至少还有4年是这种状况啊。对啦，刚上任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它难度很高了，因为出口72%要转移到别的地方，这个难度真的蛮高的。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它要跟别的国家扩大贸易，这个也有一定的难度。对，因为它整个产业结构，我认为常年下来已经跟美国都绑在一起，几乎是共生了，几乎是共生了。那我觉得川普就是这样了。事实上，我才不相信你敢打格陵兰呢。北约内斗啊，格陵兰是属于丹麦的。对。那丹麦如果去告，那北约要启动集体安全第5条嘛？这不是很好笑吗？北约国家打北约国家，我不知道啦。我认为川普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啦。可是我跟你讲啊，以我的了解，北欧国家跟西欧国家都会支持丹麦啦。所以到时候就是欧洲国家跟美国的关系就更糟糕了。那他们可能就更倾向于军事要谋求更多的独立自主，这个没有办法的啦。我觉得你就碰到一个对国际规则也没有什么了解啊，然后就每天信口开河的人啊。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我觉得赖清德也不要太幻想川普啊，对你一个好像不错的眼神，你也不要认为那个可以持久了。他就是不断的在改变利益都一直在调整那我倒认为中俄这个，因为现在还在俄乌战争当中嘛，所以事实上还在制裁俄罗斯的那48个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啦，事实上基本上跟俄罗斯关系并不好。所以真正会去参加阅兵仪式的，都是本来就是俄罗斯圈子的国家啦。你看，连那个塞尔维亚武契奇去美国，心脏病立刻爆发，然后就接下来就说，我可能不能去了。塞尔维亚这次是有派军人去参加阅兵结果你的总统居然不能到，有这么巧的事吗？到了美国，心脏病就不松快发作。欧洲国家只有去塞尔维亚、斯洛伐克还有波斯尼亚，你就知道其他国家都不去啊。日本、韩国也没去啊，连蒙古都没去啊。所以最大的贵宾当然就是习近平嘛，这想也知道。所以我估计他们会谈很多事啦。而且习近平去3天对，所以我认为会谈得很深可能包括军事合作、能源合作，还有电商啦、货币啦、贸易啦，方方面面的合作大概都会谈。
多方触及，那当然就会让美方这边也在想，那所以之后呢，他还会不会联手起来出招对付我？世界局势会变怎么样？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其实卡尼这一回去美国访问，那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会硬，因为后面满满的加拿大人给他做八股。来请教一下永萍姐。是刚才那个亮哥讲说哈，美国真的川普好有本事哦，短期可以把加拿大人的心意整个翻转。我跟各位说，有一个最新的我们看到的加拿大民意调查，川普上任100天，可以从本来跟美国亲如兄弟，感觉最好的这个友爱国家不分你我的呢，现在对美国负面印象的人呢，高达60%几，哦，然后呢，好夸张，更妙的是什么？川普发动这个关税战，他不是有一个最他讨厌的敌人叫做中国吗？是，就是你中国欺压我们，赚我们不当的利益，我要跟你打仗。结果呢，加拿大本来跟着美国一直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包含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美国利用长臂管辖去搞那个华为的孟晚舟，就他是在要过境加拿大的时候呢，他是被逮捕的。所以加拿大呢，也因为那样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就搞得很不好，所以最低点的时候，中国那个整个中国大陆在加拿大人民的正面形象里面，只有多少呢？只有6%或7%。结果这100天的川普呢，创造了什么奇迹呢？现在加拿大已经有36%的人呢，认为中方正面形象友善是跟我们的关系友好的，飙升6倍。对，就说你真的你太厉害了吧！而且现在呢，不是只有加拿大有选举哦，我们要注意哦，接下来的各种选举，特别是亚洲是重心哦。现在反美是选举的必要武器，反川更是你的得胜武器。不仅是卡尼，好。创造了不可能，从民调落后20几%，因为反对川普，一下子就维持了他的执政的地位。澳洲也因为反川普而赢啊。那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这个月，菲律宾要改选他的国会，对。然后菲律宾的改选的国会呢，现在亲美的小马可仕呢，民调大幅的下跌。然后呢，亲中的杜特地家族呢，现在那个民调大支持，就他们整个政治势力，他的支持度已经要五成多，已经快将近6成嘞。所以现在，然后接下来大家就知道，那个韩国也要总统大选，对不对？现在看起来也是这个不太亲美的这个在野党的这个李在明啊，这个声势浩大，他现在民调支持度已经过半了。然后呢，接下来日本也要选举，所以你这样子弄来弄去，如果大家发现说，哦，不得了，我举反川普的大旗，就是我选举得胜的保障的时候，连加拿大都如此的时候，那大家看看那个骨牌效应，那这个时候台湾就很危险了，因为台湾是现在全世界都开始这个对抗川普、抵抗川普，跟川普呢不能够对他予取予求的，我们唯一还在跪求的就是剩下我们的赖清德。而赖清德呢，他在台湾还在搞大罢免，那大家看看这个后果会如何？而从加拿大这件事情上，川普发动的这一次关税战的攻击，非但没有整垮他认为的死敌中国大陆，反而呢，他给中国大陆从加拿大到澳洲到菲律宾到各地都是改变政策，甚至要跟中国大陆交好的执政力量起来。那这种状况底下，再加上本来中俄本来就有的友谊哦，甚至呢，普丁竟然说，现在呢，俄罗斯跟中国变成是世界稳定的力量。本来整个西方在骂你俄罗斯，你就破坏和平，你发动战争，你是这个战争的罪犯。结果呢，他现在可以
去跟川普奚落他说，你让世界不稳，我和中国大陆是世界稳定的力量。各位，世界何等讽刺！台湾要不要想一想我们的未来怎么办？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舰长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把时间交给舰长。首先你仔细去想想，川普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全世界有82亿人口，有这么多国家，有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次关税战里面说川普干得好的？没有吧？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张前舰长黄哲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刚刚4点的时候收盘了啊，汇市收盘发现重回30.125啊，今天真的是上冲下洗，很多人就开始讲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有没有可能台币不是例外？所以呢，就讲到了这几个国家。如果说呢，你把你那个银行 App 打开来看，发现其他人怎么样？发现了其他人民币确实啊，人民币最近呢也有涨嘛，哈，来到了7.2。那有人说呢，是不是他要换毛？跟美元这一边呢，开始他要做一些调整。另外呢，日元没有明显的升幅，欧元没有明显的升幅，但是台币，你来看这一张图拉出来很清楚，我们的那个标是9.2%的标。大家想问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想问，是不是你越软就会被 PUA 的越惨啊，就会被人家扔头亲过去？因为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川普呢，他有些时候看起来很硬，但是好像也没那么硬嘛。比如说对于大陆，他现在就讲了 TikTok 呢，我是有特别的感情，明明这个时限还是他自己设的，但因为他对他的特殊感情，所以怎么样，他又要再帮他宽限，而且是第3度宽限出售期，那不就是一直在释出善意，一直在给他机会吗？甚至他现在还讲了，愿意在某个时刻对中降低关税。为什么？他这个理由也很有趣，很有玄意，叫做因为中国很想跟我做生意，好，现在关税太高了，会没有办法跟他做生意，所以我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来降低关税。甚至还说呢，他现在正在被痛宰，不过呢，我这个星期是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在跟他们习近平要通话啦。但是我们的官员有很多在跟中方的官员进行多项议题的讨论，也讲啦，跟中国大陆建交是尼克森做最糟糕的事情。因为对中国一直在占我们便宜，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他就是有点左右公权，一下呢给一点胡萝卜，一下给一点棒子。因为什么？因为呢，中方现在的状况是这样的，中方呢其实现在呢有窃取他们的智慧财产，有非法倾销，有操纵汇率，还有呢持续增加贸易赤字等等等。可问题是，中国大陆跟他们确实贸易就是有他们需求嘛，产品就是从中方而来，所以呢，现在大家在问的是，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洛特别提到，中国是吸血鬼，现在呢不是吸我们而已，他在分化一些哦，他说你会吸英国，也会吸欧盟的鬼，那不就是呢？现在中方在跟英国、在跟欧盟持续的在交流，现在是在给他以前的兄弟们一些些的警语，而谢峰呢则直接讲了，美国其实是长期受益于贸易的，这个关税战绝对吓不倒中国。川普呢下一步是什么？今天大家看到这个消息，开始觉得他这讲真的还假的？还要对外国的电影课100%的关税，好莱坞为什么要针对他出手？因为他说这个会危及国安。先不论国安问题是什么，但是如果限制好莱坞电影出口的话，那你要知道很多好莱坞电影是海外制作，现在甚至呢整个搬到海外拍摄，因为那样比较便宜。那你认为以后还会有动漫电影吗？还会有这么多的电影产出吗？白宫现在贴出了川普 AI 图庆祝星际大战，结果被发现了，它的光键是红色的啊！如果是星际迷的话就知道，
蓝色应该才是比较属于正派的那一方，红色是反派的那一方，所以现在是怎么样？好像有在偷酸川普是吗？回过头，我们想要请教一下亮哥，原因是因为刚刚下午杨金龙已经出来开了记者会，他强调在这一次的这个升值，是因为我们对美的贸易持续的有顺差，那也强调央行跟所谓关税谈判一点关系都没有，您怎么看？持续顺差就会升值啊。那为什么去年不升？我们去年顺差739亿啊，前年355亿啊。去年暴增。对啊，那去年不是该大升值吗？这就叫随口说说啦啊。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因为日元已经先升过了啊。日元前一阵子从156一路升到139吧。对。那大家都预期亚币会升值啊，那韩国因为有外债啦，而且最近经济没有那么好啊，所以很多人预期台币会升值啊。我觉得这个倒是真的啦。可是它发生的日期刚好是郑丽君跟美国谈判的第一天，所以当然就会引起很多联想啊。我这个东西，我认为川普确实要亚币升值，没错了。是。那这个，可是这个取决于，因为他可能还会有一招嘛，就是你央行如果过度介入，他就说你是汇率操纵国。6月要公布。所以最近我认为礼拜5跟礼拜1啊，我们的央行确实就没有进场了。那就让资金自己去跑吧。那因为我刚刚查了一下今天的外汇交易量，我看到了一个数字是31.7亿美金。这个数量算大啊。那这里当然会有一堆人是进来买台股的啦。那反正就先买台币放着嘛，那等于是2个赚啊。就是很多都是买台积电啦，我讲白了啦，就是外资啊。可是就是说啊，这个呢，我觉得杨金龙怎么讲是另外一回事啦。是，我们政府有没有预期会发生这个事啦？那如果政府预期台币会升值，那为什么这个卓荣泰院长重编预算，追加了预算，那他的纾困为什么只从880亿增加到930亿？你这是什么逻辑呢？国民党是在野党啊，在野党都说你可以编到2000，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么好康的结果他偏偏不编，这很奇怪就是我认为国民党可能讲2000，国民党那时候也没有跟你讲外汇只有讲关税战，对不对？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卓荣泰院长编纾困金880亿是基于怎么样的计算标准？请问这样的税率是多少？是10%吗？还是15或者20？那你有算到台币升值的幅度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币升值，今天累计从33.2到这里，大概已经8%以上了，亚洲最高的啦，超过日本，日本只有7%。那汇率升值，又加关税，平均的企业出口大概要面对20%到25%的成本上升我们台湾有做出口贸易的企业，我刚查了一下，73000多家，其中至少有，我跟你讲，至少有一半啦，多少都有做美国啦。那我不知道你卓荣泰你是怎么估的我觉得这个内阁就是莫名其妙就你一点前瞻性都没有你难道不知道台币会升值吗？我觉得卓荣泰早就该下台了嘛，你跟你的经济部长都完全不及格嘛，我就不相信你有办法把对等关税从32降到10。坦白说，经济部官员私底下认为15或20就不错了。那这个汇率一翻两瞪眼，
你怎么样也没办法不面对啊。那我们这么多出口企业到美国的，成本一下增加20%到25%，甚至30%，怎么办啊？不编预算欸，我不知道你这行政院长怎么好意思再做下去啊？4100亿纾困预算只有930亿，你丢不丢脸啊？而且国民党还跟你讲，你可以编2000亿，你就是不要欸。我的老天呐！我就看到朱立伦啊，礼拜五、礼拜一，他刚刚又发布了一个新的脸书，也是在讲汇率。他就一直强调，我早就跟你讲，很严重的。我觉得你这个行政院真的是莫名其妙啊！我跟你讲，这个你大概2个月之后你就知道了啦，血流成河啦，出口商谁受得了啊？我们就看到那个台南那个地表最强的里长陈永和，他就是做金属加工的，他今天就登了一个脸书啊，说我后面生产的这些全部都赔钱，就因为汇率啊。对，你去看看台湾金属加工有多少家公司，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行业，做螺丝的呢，一堆啊。我觉得这个政府真是离谱到了极点啊！郭志辉天天在讲那个天兵语录，行政院长人家当面跟你讲，你可以多编，我们可以支持，你就是不编欸，心里想的只有台电的预算，因为这个可以用斗争来用，有助于大罢免。如果台电资本额再没过，准备大罢免再来斗争使用。73000家的出口商怎么办啊？离谱到底了，根本就应该下台，还好意思站在那里讲话，完全不及格的行政院长。其实也必须理解啊，哈，刚刚呢亮哥还有特别提到嘛，比如说在我们中南部很多的传产业者毛3毛4，原因是它毛利率大概就3%、4%。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汇率一涨是多少？9点多啊，那个是已经赔本在卖，不是没赚钱的人，是赔本，所以才会让大家讲说有消息传出来，打爆央行，说央金龙到底在做什么？好，可是问题是我们要看看美国在做什么。来请教一下舰长，原因是因为美国它现在对于大陆看起来。它其实是软的 ，TikTok 没关系啦，再给你宽限，我有感情啊，我要跟你做生意，关税太高了可能不行，所以我考虑某个时间降关税。川普怎么了？我觉得这是川普的个性，你看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川普是一个就是咬到硬拔辣，他就知道痛，他就不咬了；他遇到暖柿子，他就拼命的吃。他从哪里可以最明显的看出来？你知道，叫金小胖，他第一任的时候跟辛小胖。那2个人吵的几乎天天是国际版的头条啊！但他后来发觉金小胖真的敢跟他拼，而且真的有可能丢这个核弹的时候，他到后来就立刻转变了。这是商人的现实个性，他不会为了理想跟你去这样子去拼的。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这样去做，对我有没有利？对我们国家有没有利？如果没有利，理想在他心里是不存在的。然后第二个，这里今天有说一个这个。叫抽这个电影的这个100%的这个税哦，我就发觉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做事态度哦。因为哦，他好像就是随心所至，想到一个念头他就立刻去出，他就自己就说了哦，他也不是经过一个团队的，经过一个完整的去研究，你这样子去说会怎么样去做呢？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现在生活费啊实在太高了。尤其好莱坞那里，加州哇高得不得了。加州拍片的片场哦，你去查一下资料，你就会发现，在欧洲有一些便宜的地方，好比说捷克，好比说别的地方，这2个地方你知道拍个片子的成本差多少？你知道吗？差了将近10倍。然后很多国家还会有补充啊，好比说好莱坞片子来台湾拍，我们政府一定会给他很多的优惠，配合他啦，派警察去督导啦，什么什么等等，就。好莱坞的到别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地方，可是他在美国拍基本上都要自己花钱，所以钱差太多了。那差太多，我相信就有人开始跟川普抱怨，川普就他的直觉反应就是我关税，只要不在美国制作，记住哦，只要不在美国制作，不是说只要是别的国家的电影哦，
只要不在美国制作，即使我们自己的美国的公司，如果你在整个过程，好比说你跑到捷克去，那里便宜嘛，整个过程你没有在我们国内的话，我就给你抽100%。那别的国家呢，好比说是中国大陆的很有钱的一个公司去到美国拍，哎就不抽税，这就是叫做在不在美国制作。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事情，就你这个执行要怎么执行？因为所有的大的片子一定是很多地方取景。我总共拍片时间是100天，我有5天在美国制作的，这个你要抽我多少税？这算不算美国制作？如果说我跑到这个捷克去拍片，或者中国大陆的，也是只有几天到你美国去拍片呢，是不是就可以充分利用你的好莱坞的这影片设施呢？所以第一个，你如何去定义？还是要看到说你制作100天，然后你5天在美国，我就抽你多少？那你还要去算啊，就你执行你根本无法执行，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你抽税你怎么抽啊？今天电影不是一个实体哦，我今天买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多少钱，我可以抽你的税吧？我买一辆汽车，那是很明确的一个实体在那里。电影呢？电影是数位啊，我坐在这里，经过一个转换就可以到你的电脑里面，就说不定可以去看这个电影了。所以你要如何抽它100%的关税？好比说它在 Netflix 上演，那怎么抽？那 Netflix 付给你，好比说付给我5万美金去这个上演费，那是不是就要变10万美金了？另外5万美金要付给美国政府呢？还有第二个，这个票房你要怎么去算？也是因为说你一个票房原来是差不多一张票是5块钱的，现在我给你加1倍，变成10块钱，就是你实际的执行哦，你会发觉它有很多的困难。那川普就是这种啊，随心所至啊，我要这样子，他有没有去仔细的去问过底下的？就好像关税，你以为关税这么简单啊？关税我们每个国家抽10%，怎么抽10%？你知道几千项物品，甚至上万项，每一个按照原来正常的都有不同的关税、不同的这些规定，然后你突然通通10%吗？川普就是那种随心所至的这种做法。然后呢，我觉得说这个贬值哦，就是最近的，我不要说这些做生意的中小企业啊，这个一下子升值这么多差很多。我先告诉你，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些美金还不是很多呢。我兴趣我就跟他讲，你赶快去卖。就兴趣完毕，他没有卖。就我今天早上我就把那个巴菲特讲的那个文章给他看，我说你赶快要卖，不管你现在说多差多少。结果我今天问他，他卖了，痛心呐，就是几千块钱呐。这是小小的一个，就这么痛。那问你那些中小企业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真的是非常痛心的。是5天涨了将近8%。对啊，真的是非常可怕。而且我真的在好奇，我在想，这是市场的自由机制吗？不可能嘛。那我们政府是默许吗？你会默许吗？你会任凭他这样吗？还是美国逼的你？我觉得如果是美国逼的，那才是最悲哀的。好。不过，我们的当局当然都告诉我们，跟美国没有关系。杨金龙刚刚再次的强调一次，跟美国财政部真的没有关系。